夭夭的此话一出，令得萧炎、沐尘都感到无比的震惊。无上明神没有无上传承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有5位无上传承者吗？怎么现在又只有4位无上传承者了？而且无上明神没有无上传承者，这又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夭夭看着萧炎和沐尘二人那极其不解的神色，也明白他们此刻心中所想，然后继续道：从神藏上篇得知的那个预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无上传承者只有4位。至于最后一位无上明神为何没有传承者，恐怕只有周元从神藏中找到那个预言下篇，或许应该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听着夭夭所说的意思，萧炎和沐尘暗自想着，元尊前辈进来神藏之中，就是去寻找那个预言下篇吗？还有就是那个预言上篇，除了记载了5位无上神和无上传承者的信息之外，还预言了什么？夭夭主母前辈，那预言还讲启示了什么？而他们的问题也是问到了最为重点之上。夭夭、五爻、苏佑威3位主母对那预言上篇所启示的未来之事本不想提及，但是萧炎和沐尘也是那预言启示中的重要一环，也就逐一告知了他们2人。那预言的确除记载了5位无上神和无上传承者之外，还启示了另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混沌大浩劫。夭夭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语气都变得格外的沉重起来。也在萧炎和沐尘看来，这个混沌大浩劫并非寻常。在未来，大纣将会面临一场比千万年前天古浩劫更为可怕的毁灭级混沌大浩劫。毁灭级的混沌大浩劫！此时此刻，萧炎、沐尘2人的内心早已经震撼无比。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未来的大纣会陷入比天古浩劫更为可怕的毁灭级混沌大浩劫。这一场混沌大浩劫是谁掀起的？难道是那位被解体封印的暗黑大帝？目前能够想得到的，就只有这位万魔之祖的恐怖大存在了。千万年前的天古浩劫就是这恶魔所掀起，导致整个大纣面临毁灭的大危机。不过好在当时有着5位无上神的出现，才成功抵御，结束了天古浩劫。但大纣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有参与天古浩劫的神奇全部陨落，就连5位无上神也消失无影无踪。当时更是传言5位无上神也随着天古浩劫陨落了，才最终守护住了大纣的那一场大危机。反正还有更多的传言，只是不知道哪一个传言是真的。再后来，元尊进入神藏上篇发现的那个预言所启示之后，更加确定了一些事。当年的天古浩劫并非已经结束，当年的5位无上神或许是陨落了，但也不完全是。只不过从目前的预言启示来看，所知道的完整信息还不多，但也已经半知半解。只要得知预言下篇的启示，那么离真相就不远了。从那预言上篇启示来看，还不清楚大纣未来的那一场毁灭级混沌大浩劫是否与暗黑大帝有关，但也并没有排除是那恶魔。所以在那之后，周元在神藏上篇也得到了不少的机缘和神秘宝物，至此他的实力也得到了飞跃般的提升。后来从神藏出来之后，便开始在万界神州创立了神元宫，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扩大自身的底蕴，去关注大纣中那些暗黑魔物的动静。开始周元还没有发现暗黑魔物的来源，再后来才知道当年的那些暗黑魔物也并没有被完全铲除。万魔之祖暗黑大帝被解体封印外，万魔之神的7大魔神也遭受重创，陷入了沉睡，但还残留了暗黑魔物存在于大纣中。而这些残留于大纣中的暗黑魔物在大纣中创建了神秘势力，这个势力便是灭神府。在萧炎、沐尘听到这里的时候，更加确定了的灭神府的真面目。原来灭神府就是当年那些暗黑魔物所创建的一道势力，难怪会如此的神秘，难怪会拥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强大底蕴。周元在知晓了灭神府就是那些暗黑魔物所创建的势力后，就一人深入灭神府寻找真相。然而在灭神府中，周元也无意间发现了对方正在谋划着一场暗黑大计划。然而这个暗黑大计划一旦完成，那么大纣将会陷入第2次天古浩劫。为阻止灭神府完成这个暗黑大计划，周元他对上了灭神府的那位神秘府主。经过一次试探性的交手之后，周元至此对那位神秘府主也极其的忌惮。对方的实力深不可测，更是拥有着一种诡异之力，即便是周元当时也没有把握可以击败对方。在那一场简单的试探交手之后，我们神元宫对灭神府的强大底蕴也带着一丝忌惮。当然
我们还是极力阻止着灭神府的那个暗黑大计划。就算我们在阻止着，似乎也无法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止对方。况且对方也一直在关注着神元宫的一举一动，更确切地说，他们在更关注的应该是周元一人。